下西洋的宝船回航之后，出了不少新鲜事儿，你们没见过，朕也没碰到过。今天早朝，让商人裘广德、书生柳如明、大将军铁平一起上殿，就是想先听听他们怎么说，再和众爱卿议议这些事情啊，到底该如何处置。柳如明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回皇上话，晚生放下圣贤之书去做生意，的确是事出有因。晚生的书实在是读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我顾子建的剑声是捐的。啊？这竟然是捐呐！晚生读书实在是勉为其难，只是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，才硬着头皮挺着的。晚生实在不是读书的料，也读不好书，与其费钱费力，还不如想点办法替老父还还账，分点忧。皇上，柳如明辜负父母养育之恩，背弃皇上殷切期望，辱没孔孟之道，败坏大明国体，不仅使国子监蒙羞含垢，更将把读书人引入追名逐利的歧途。柳如明不修自身清德，将来怎能报效于国家？日后怎能服务于百姓？皇上，败类不杀，不足敬天下。哼，不爱读书就得杀头，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吗？微臣打小也没读过书，还不是照样上阵杀敌，为国建功。人各有志，柳如明不能杀。你们都说完了？是。柳如明，你家中有难，为什么不报告学监，或者想别的办法解决家中困境？晚生惭愧，辜负皇上圣恩。本来捐取剑声，已经让老父费尽心血，再用朝廷的钱解困，晚生实在是无地自容。前些日子，老父犯病，家中告急，正好赶上皇上开了7日贸易，于是小试身手，没想到还真赚了一笔。你是儒生学士，当以读书为本，舍本逐末，正说明你不是个读书的材料。国子监你是不能再去了，不能由着你辱没了圣贤之地。从即日起，将你从国子监除名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想着替父还债，说明你良心未泯，孝心可嘉。你想做生意，朕成全你。你到市舶司去听差吧。皇上怎么能如此？哎呀！皇上，柳如明论罪当诛，怎可为官呢？皇上，读书为的是什么呀？学会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呀！说得不错，读书习武，都是为了将来替国家出力。柳如明如果真能历练成大明懂得经商的官员，不也是人尽其才，那不又是功德一件吗？柳如明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做生意了。你要替朕去做生意，替大明去赚钱。3年之后，如果做不出名堂，两罪俱罚。下去吧。谢皇上再造之恩。裘广德，草民裘广德叩见皇上。你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银子啊？35万两。啊！35万两！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多了！
果正常买卖，你应该赚多少银子？不足1万两。皇上，江南瘟疫肆虐，官民死伤无数。裘广德祖上世代行医，本应挺身而出，行扁鹊、华佗之功，救黎民百姓于危难。可他却借国难之机，敛不义之财，天良丧尽，罪必当诛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王忠，有多少人买过他的药？回皇上，通过清查药铺的账单，发现有7500多人买过他的药。有多少人吃了他的药活了下来7300多人，有100多人没治好，死了。裘广德囤积居奇，赚了35万两银子，同时呢又救了7300条人命，该杀该奖，如何处置啊？皇上，微臣以为裘广德有罪，但罪不当诛。说说看。皇上，裘广德卖房卖地，大肆举债囤积硫磺、脑香之时，那些东西还摆在货场上，无人问津。既然裘广德是商贾，囤积奇货待价而沽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而正是裘广德囤积的大量海外硫磺、脑香，成了医治瘟疫的特效药材，救了黎民百姓，也解了国家之难。然而，裘广德借危难之机发财，确实令人发指。请皇上罚没其家产，让其永世不得为商。皇上，裘广德不仅该杀，更该千刀万剐。哪怕他只赚了1两黑心银子，救了10万条性命，也该杀。理由呢？皇上，性命事小，气节事大，冻死迎风站，这才是高风亮节。宁可饿死，也不能碰饥来之食啊！这才是华夏文明的典范。冻死迎风站。朕问你，瘟疫当头，哪个王公大臣的家里因为买不起药而死了人？夸夸其谈。视人命如草芥，人心冷似铁。吃饱了喝足了，还要用别人的血、别人的命去成就所谓的典范。你们脑子里的这把刀子，已经要了多少人的命？朕是天下君父，朕不能看着百姓之水火而不救。百姓的生死就是朕的天，朕不能拿百姓的性命去搏所谓的清明。裘广德，你卖硫磺交过税银吗？没有。你做买卖没有错，治病救民也是积德。但是你应该知道，做买卖就应该交税，而且对你这种投机取巧、囤积居奇者，更该可以重税。所以啊，1万两硫磺，朕要让你交75万两银子的税银，也就是说，连本带利，全部没收上交国库。皇上，您还是赐草民一死吧，银子全部上交，草民想活也活不了了。你用不着可怜巴巴的哭穷，你的家底儿朕都清楚着呢。朕这次不杀你，朕还要让你继续做生意，但是你要记住教训，循规守法。草民谢皇上不杀之恩。朕想给你讲清一个道理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能在瘟疫横行之时，主动把硫磺拿出来赠予百姓，那能救活的人，就不只是7300人，也许就是73000人，甚至是73万人。救人一命，如造7级浮屠啊！这将是多大的功德！一字之下无贵贱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都说商人的本性是唯利是图，但也不能见利忘义。朕希望天下臣民，不管是为官、为学、为农、为商，
都应该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前面，揣在心头。大义面前挺得住脊梁，撑得起风骨。朕这样想，你这样想，臣子商贾百姓都这么想，才能筑起华夏文明的气魄，才能江山永续，大业永存。功德碑你是配不上了，朕今天要赐你一块匾，为你的药铺亲手写下几个字，望你能堂堂正正的经商，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商人。求富也要行仁呐，朕要为天下的商人竖一座警示碑。朕给你题写的匾名就叫济世堂，救百姓之难，济世间之危。草民谨遵皇上教诲，谢皇上再造之恩。你下去吧。谢皇上。铁平，微臣铁平拜见皇上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皇上，铁平卖剑是假，警示皇上是真。郑和回航之后，老夫放眼望去，举国上下全民皆伤，误国乱政，所以才假意卖剑，以非礼之举触怒皇上，盼望皇上能够回心转意。唉，今天铁平看到了会审柳如明和裘广德二人，感到了皇上的用心良苦，更明白了皇上济世救民的决心。老夫愧对皇上勤政爱民的一片真情啊！父皇，儿臣有话讲。讲。铁平卖剑，名为激怒皇上，实为警示朝野。此举虽有不妥之处，但铁大将军忠肝义胆，胸怀坦荡，不虑私利，不计荣辱，高旭钦佩之至，望父皇免罚其罪。二皇子折杀老夫了，铁平愧对皇上。这口宝剑，老夫不卖了。卖。铁老将军，请你上来。我？对，朕让你走上丹壁，直面天下。朕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皇上，铁平万死不敢从命啊！王忠，把铁老将军搀扶上来。是。哎呀，这王公公，你给求求情，这我实在是……你快请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！快请，快请，快请！哎呀，铁老将军，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。哎呀，臣不敢呐！三朝老臣以天下为己任，他把大明的江山社稷都当作自己的事。朕要奖赏他直言面君，舍命上谏。皇上，微臣老而昏聩，有负圣恩，恳请皇上别再让老臣无地自容了，就让老臣下去吧。等等，你的剑给朕看看。是口好剑，却为太祖所赐。把宝剑供奉到太祖灵前。这，皇上，这万万不能啊！这可是太祖赐给老臣的恩宠，也是对老臣一生一世的肯定。此剑重于老臣的性命，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
你一生功勋卓著，可你今天却把太祖赐给你的恩宠卖掉了。为了一时之愿，你断了君臣之情。好了，既然出卖，就该明码标价。你要卖多少钱？皇上，老臣知罪了。他当时说过，1个大钱就卖。郑和，微臣在。你跟藩人之间做生意最讲的是什么？一诺千金，言无二价。好一个一诺千金，言无二价！铁大将军，朕今天就给你1个大钱。你卖的是怨气，朕买的是和气。今日在殿前当众交易，皇上，从此两清了。皇上，老臣知罪了，老臣知罪了呀，皇上，皇上。郑和，在。送铁大将军回府吧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老臣知罪了，皇上，皇上，老臣知罪了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老臣知罪了，皇上啊！老臣知罪了，皇上。众卿应该明白，君无戏言，为臣者更不要意气用事。君臣一心，才能和衷共济，共创大业。大明要发展，百姓要富裕，仓廪足才能知礼节。而要真正衣食无忧，社会和谐，还要确保礼乐不能崩塌。礼者，治国之计；乐者，人之情理。自古帝王，治礼以顺天下，作乐以和民族。非礼则纲纪无以兴利，非乐则人欲无以节制。国家聚财没有错，百姓逐利也没有错，但要知天命，还要修德行。为此，有天道而为之，言行必信，政教必立；有道德而守之，喜怒必恭，赏罚必行。教化自古为国之命脉，强国不可以废礼，富民不可以弃德。帝王为生民之主，孔子立生民之道，敬天礼儒，方能参天地，赞教化，明王道之廉耻。让生民各安其分，使社稷合乎天道。朕诏育天下学子，成天下之才，治天下之治，明孔子之礼，修万世之德，弘圣人之道，正天下民心。打开门窗，飞进蚊蝇；踏入水里，泥沙泛起。然而，朕绝不会因噎废食，重新关闭门户。朕希望大明船队乘风破浪，能把天朝的邦交之策带向四海。朕要把礼于万邦的巡洋之举一贯到底，始终不渝。不经风雨，哪有9天泥霞？没有雷霆，谁壮肝胆魂魄？不去寻访万国，安能共享天下太平？出使西洋，并非一国之力，实为振兴四方。交友不论贫富贵贱，睦邻不分大小强弱。富载之内，日月所照，其人民老少，皆使之生有其田，居有定所。今天郑和不义正义，四海万国，理顺天道，勤政爱民，尊礼敬德。尔等此去，切忌平等待人。
学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，弘扬大明风范，恩泽四海。皇上圣明。这就好。在海外，你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代表着大明朝廷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微臣谨记在心。朕祝你们一帆风顺，鹏程万里。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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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舅舅！不看这是什么时候，冒犯天威是死罪，快跪下叩见皇上。郑和，在。这就是宋天吧？回皇上，正是宋天。天儿，快回家去啊！回家去，快！不，我要出海，我不回家。小小年纪也要出海？皇上，皇上，这孩子总是缠着微臣，非要跟着出海不可。请皇上为宋天做主。瞧这倔强劲儿，一看就是连心的儿子。好，宋天听旨。朕特赐你为水师百户官，任宝船2等旗官，随国史总兵官郑和巡视西洋。臣宋天谢皇上隆恩。微臣叩谢皇上。都起来吧。哎，我是来找郑大人的。哎，我要见郑大人。宋天，你得记住，你是奉旨出海，在海上，郑和是你的舅舅，更是你的统帅。臣记住了。启禀皇上，有个妇人说要见郑大人。皇上，今日是出海巡洋的日子，若有妇人登船，恐怕……朕能让郑和做国史总兵官，难道还怕一个妇人把朕的宝船翻了不成？朕就不信这个邪。你们忙去吧。是，皇上。连心，来，上来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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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奴婢不想让宋天出海。起来吧。连心，宋天的心已经在海上了，想拦也拦不住。朕看出来了，宋天小小年纪，胆识过人，将来必成大事。皇上，郑和当朝为官，是皇上的臣子，奴婢管不了。皇上，奴婢只求皇上收回成命，不要让宋天出海。姐。连心，如果你早来片刻，朕也许会依你。可现在朕已下旨了，你该知道，君无戏言呐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哎，连心。宋天，陪你娘到处转一转。娘，我陪您去看船。孩子，谢皇上恩典，但是奴婢不想看船，奴婢不想看了，奴婢无力回天。只盼望你们能平安回来。皇上，奴婢告退了。娘。
非阿拉伯的新航道，而且在28年的航海过程中，还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。这种航海探险的精神，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上创下纪录，而且对后人在太平洋、印度洋的远航应取什么航道影响也很大。大师，我总算看明白了，人生在世，除了佛祖，样样都靠不住，最靠不住的就是人。大师，我要……郑和和宋天早晚是要回来的，到那时，你让老衲如何向他们交代？大师啊，我心已定，只想了却尘缘，皈依佛祖。大师，求您收下弟子吧。这是你的缘分呐。谢师父。但是，你不得剃度，只可带发修行，每日诵经礼佛，洒扫庭园，排除世外烦恼，化入佛门净地。是师父。大胆！你竟敢背着本王把倭寇带进王府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你这条狗命还想不想要了？这个人是吴宣为汉王留下的一条暗线。吴宣说，当初他没有听汉王的话，在皇上面前告了郑和的状，这个西郎算是给殿下谢罪赔礼了。放屁！这是来给我赔礼的吗？啊，这是往坑里头埋我呢！奴才，这不是想给殿下一个意外之喜吗？你这是猪脑子呀！汉王这2天连府门都没出，就在家里忙着收银子。奴才已经把名单都记下来了，共有32名官员，暗中给汉王送了厚礼。哼，汉王也是一世英雄，怎么突然苟且起来了？一身市井之铜锈气。堂堂汉王，怎么会缺银子？怪呀！皇上，奴才已经查清楚了，汉王已经收了几百万两银子了。有什么事摊牌吧。汉王殿下最喜欢办事爽快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汉王，自从各国共使团纷纷来到大明，大明皇上非常的好客，给各国的赏赐也非常丰厚，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啊！得了得了，这个就不必说了。我们大明历来都好客。可是大明皇上所赏赐的东西，仅仅限于丝绸、锦缎、茶叶，还有瓷器这些生活用品。哼，这些你还嫌少了？我们更喜欢大明的工匠所制造的精密工具、铜铁制品，还有铜币。大明朝的铜钱在敝国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可是你们的皇上却控制得非常严。你的话还没说完吧？
你们番人喜欢大明的宝物，还不止这些吧？还有武器，比如说大明神机营的火铳。你说的对，千岁殿下果然是个爽快人。哼，番人，他们在汉王府里待了4、5个时辰。你干得不错，可是有一点要记住，千万小心。你应该知道你干的事情，要是干得好呢，是默默无闻；要是干得不好，奴才明白，这件事跟太子绝无瓜葛，奴才至死也不会忘了这句话。你玩的可有点出圈了。最近没少敛财吧？哎呀，让十七说笑话了。这吃喝玩乐总得用钱吧？你小子是谋划着另起炉灶，再决胜负吧？哎，您老就别再挑唆我了。你当年在市舶司，贾昭拿钱贿赂你，你差点杀了他，还暗中做了一套假账，有这事儿吧？新官上任，雕虫小技而已。不然，你能想得到市舶司，就能想得到天下。17叔的意思是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钱可以收买人心，有钱可以拿到权力，有钱同样可以买得到天下。皇上，柳如明到了。小人柳如明叩见皇上，谢皇上知遇之恩。起来吧。读书人膝下有黄金，做了市舶司的官儿，怕是连脚下都有黄金呢。小人定当不负皇上圣恩。柳如明，朕召你进宫，一路上都跟王忠说了些什么呀？小人没说什么呀。你不但说了，还说了不少，更是说到了朕。皇上饶命，小人的确说到皇上了，不过并没有说皇上的坏话，而是恭祝皇上万寿无疆。说了朕的好话还是坏话？你柳如明不告诉朕，王忠还能不告诉朕？就算他不说，别人也会告诉朕的。柳如明啊，大明的天下，每一棵树、每一堵墙、每块石头都有耳朵。所以，无论臣子小民说了些什么，朕都能够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小人知道了。天下人的嘴厉害，皇上的耳朵更厉害。那你知道朕让你跟着汉王到市舶司去做官是为了什么？小人明白，是要做一棵树，做一堵墙，做一块石头。做一只会听话的耳朵。读过书的人就是聪明啊！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11年的6年中，郑和船队几乎没有间断的3次出洋。发令！信封已至，各船转舵西南，满帆行驶。郑大人，前面就是满腊家的港口了。
宋天，在。百户宋天，参见各位大人。传令各船，挂黄旗，鸣礼炮，准备进港。遵令。郑大人，马拉加国王拜里弥苏拉派使者一趟趟来告急求援，说相邻大国暹罗以武力相逼，要吞并马拉加，此言不虚啊。所以，我们来的刚好。请郑大人在船上等待。下官带3000马步兵及神机营火炮，我去会会那些暹罗人，看他们还敢不敢恃强凌弱。吴大人，如此我们大明船队岂不也是恃强凌弱了吗？这叫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啊！相助未必非要拔刀啊。满拉加是大明海外友邦，暹罗也是大明的朋友，我等好言相劝，暹罗国王必定息兵罢战。可是郑大人，两虎相搏，又怎可徒手相劝呢？不要再说了，速速登岸吧。遵令。鸣炮示意，准备登岸。鸣炮示意，准备登岸。鸣炮！快请起，万不可行此大礼呀！你乃马拉加之主，郑和不过是一国使臣，不合礼仪呀！别提了，国师大人，我可是盼着大明船队早日靠岸马拉加，救我臣民免遭大祸呀！陛下派出的一波波快船信使，在下都已经见过。郑大人，大明军士为何还不上岸呢？我已经让人准备了酒肉饭食，就连军马的草料都备齐了。酒足饭饱以后，正好发兵啊！感谢您的精心安排。大明船队所需淡水及粮草补给，自有粮官照马拉加排价购买。如要金银铜币，照付不误；如要宝船瓷器、丝绸宝物，也可折价相抵。水师的人员就不一定上岸了。郑大人，不打算帮助马拉加用兵抵抗暹罗吗？帮助马拉加退兵，不一定非要用兵。大明有一位古代的贤人就曾说过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为上策。”不用战，怎可屈人？大明国的学问精深，我实在听不懂。请您不必担心，本使已派使者前往暹罗国，请他们退兵。他们肯听大明使者的话吗？暹罗国与大明交往甚好。大明国的和平愿望，合情合理，他们没有不听的道理。陛下，暹罗国特使率人已经登岸，正在宫中等候。他们来干什么？可曾带兵？不曾带兵，只带了几个护卫。大局长，请您不必介意，那是我派8路船去把他们请来的。我们可以进宫，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。大明客人进宫，马拉加人自然欢迎。那暹罗国的人可是我们的仇敌呀！大明人有句俗话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只有永远的朋友，没有永远的仇敌。郑和未动一兵一卒，便让暹罗罢兵休战，解了马拉加之围。拜里弥苏拉大酋长为了感谢大明，愿以海外岛屿纳入我大明皇朝的版图。这是好事，天大的好事啊！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
不费咱们一兵一卒，就得了那么大一片国土。皇上，我大明天朝历来以仁义行天下，请皇上快下旨给郑和，万万不可答应拜里弥苏腊大酋长的请求啊！郑和没有擅自决定，这才派快船上书求断。他倒是有个建议，希望朕册封金印敕书，封酋长为满拉加王，不再让他隶属从他国。郑和还建议，满拉加地处海上要冲，四通八达，大明船只可以租用满拉加的一块土地，开辟一个贸易中转站，让大明和满拉加在海上贸易中共同谋利。不要他们的国土也就算了，干嘛还费神费力的在满腊加建个什么中转站呢？父皇，儿臣以为郑和的话有道理。建立满腊加中转站，不仅能让船队所携货物有了储存之处，还可以让船队轻船快航，省时省力，事半而功倍。皇上，此前郑和已经在旧港建了一个贸易中转站，加上满腊加这个中转站，互为犄角之势，船队往返就方便多了。太子明鉴，这样做其实最省的还是钱呐。你这个户部尚书啊，3句话不离钱字。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中转站了，还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站。大明船队的军事有了这样一个海外基地，第一可以补充给养，第二可以部署分派。要是再有哪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，需要去解决争端，一迈腿儿就到了。你的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大明在满拉加建立贸易中转站是长期的，作为护航兵船的补给之地，则是临时的。朕不要满拉加的1寸土地，也不会在那儿建立什么兵站。朕不会趁人之危，做辱没大明天威的苟且之事。即刻颁旨，朕要郑和在满拉加尽快建立货站，并争取在古里、西兰甚至更远的口岸修建货站。大明船队从此将在西洋沿海建成多个停泊补给之地，大兴海上贸易。遵旨。朕高兴的不是有关满拉加的归属，而是郑和忠实地执行了朕的旨意，以强扶弱，以礼罢兵。他奉行了大明不要他人寸土片海的方略，体现了我泱泱大国仁义尚礼之风。他的做法让朕甚感欣慰。解红啊，满拉加货运站是我们船队进入西洋航线最重要的中转站，一定要抓紧施工，尽快建成，那样两国都能从中受益啊。放心吧，我会在船队离开之前将货站建成的。是啊，有了这个货站，我们大明运来的货物就不愁没有地方存放了嘛。郑大人这个决策实在是棋高一招啊！酋长来了，我们去迎接他吧。好。父王，郑和船队这次出洋，可比上次还要气派多了。他带的货船更多，走的国家也更多了。我的王子啊，你应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，大明船上的宝物也更多了。那还用说吗？郑和船队的宝物多，可郑和实在是不好对付，就连一向海上无敌的扼杀陈祖义都败在他的手下。我担心这条大鱼不好下嘴啊。可万一要是成了呢？父王将四海无敌。郑和的船队一到南洋，海上诸国都纷纷赶着与中国人做贸易，就连往年频频往返于西兰山进香拜佛的人都明显减少了。我担心西兰山的威望
大受影响啊！父王，儿臣不明白，为何我们西兰山国不像别的国家那样，同来自大明朝的郑和船队做生意呢？你懂什么？大明人把这么一支庞大的船队派到南洋来，那些国家谁还听我亚列苦奈尔的？我们西兰山从不怕强者，大明的巨大宝船也镇不住我。只要他们胆敢来西兰山，我就给郑和一点颜色看看。父王，你当真敢和郑和的船队较量？就算是整个西兰国化成一片焦土，我也绝不会让他们的野心得逞。禀国师大人，已经1个时辰了，西兰山国无船来迎。南宫，用潜行板测过吗？方位没错吧？绝对没错，老夫一宿未睡，反复测过，这儿正是西兰山最大的港湾，名叫大沙湾。我大明的礼炮轰鸣震天，那西兰山人的耳朵都聋了。也许他们并不欢迎我们。景洪啊，立刻派哨船前去查看，并说明我们的来意。是，遵命。郑和的船队就要过来了。不管大明人到西兰山来干什么，都要让他有来无回。哎，父王，就说他们是来夺取我们佛宝的。郑和带的恶魔船队是来侵犯我们的，我们把他引到我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，这叫出师有名。到时候咱们就是不要大明的宝船和宝物都不行了。父王英明。哎，父王你看。有一条小船向岸边划过来了，把他带过来，但是不要动武，千万不要让郑和觉察出来。是。这位是我们大明船队的使者，请问您是？我是西兰山的英格尔王子，奉父王之命前来迎接郑大人。多谢王子，请问贵国国王现在何处？我父王正在岸上等候郑大人，麻烦您转告郑大人，小王专来迎接。王子殿下，可否先带在下去面见国王陛下？好，请，请。
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西兰山的贼人胆敢偷袭大明的船队不成？大人，哨船的人员都被对方杀害了，怎么办？武宣在，即派500船员分成10艘快船准备登岸。遵命。传令，备船登岸！快备船登岸！快点！快来！郑大人，大明历来厚待西兰山，可亚列苦奈尔竟敢如此屠戮我大明船员，简直是奇耻大辱啊！还等什么？请郑大人下令登岸。不可！亚列苦奈尔劫杀我哨船人员，看来早有准备。就算他们穷凶极恶，我大明船员也不能任人宰割呀！郑大人，下令登岸吧，报仇雪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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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报仇雪恨！我大明船队乃仁义之师，若踏上西兰山，定可斩杀逆贼，擒获元凶。可是，西兰山乃是佛祖圣地，一旦大动干戈，必将让圣地成了厮杀的战场，难免伤害佛家之心，毁我大明天朝之声誉。郑大人，您的意思是退兵？亚列苦奈尔不仁，我们不能不义。郑大人，那兄弟们的仇就不报了吗？不是不报，而是时候未到。如果凭我们一时之怒进剿西兰山，周边各国恐怕会不明就里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弄得人人自危，他们就会视我为敌，不与大明船队打交道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大明的威望将严重受损。哼，有仇不报，那还谈何大明威望啊？威望不是只靠打出来的。我们由此一路西行，必须向各国说明亚列苦奈尔窝藏野心，挑衅大明船队的罪恶，然后事情而发。大明要的不只是一场恶战的胜利，更需要一场道义上的大捷。大人，如何决断？收兵起航，不登西兰山之岸，不给恶人留下口实。先记下这笔血债，来日再看亚列苦奈尔怎么认错。可是就这么离开的话，船上官兵是否心服啊？请你们相信我，我身为大明国使，当持王道而巡四海，而王道必将最终战胜霸道。传令，即刻起航。谁如果敢登西兰山海岸，军法处置。把为国捐躯的几位船员以最高礼遇海葬。逃过了这一劫。哼，他们早晚还会再来的。旭儿，旭儿，旭儿。皇后。我刚才梦见旭儿了，她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？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？哎，梦都是反的。旭儿这孩子啊，挺懂事的，把市舶司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哎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你呀，就别操这心了。
皇上，天都亮了，你要保重身子，快去歇息吧。没什么，朕就在这儿陪着你。皇上，我半路上要是撒手走了，可别让几个孩子太生分了。这什么话？又胡思乱想了。这人啊，哪有不生病的？你没听御医说吗？你这病得慢慢调养，等身子好了，朕还要陪着你一起回北京呢。好，臣妾也想跟着皇上回家。哎，柳如明怎么样了？做事认真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盯紧点儿，别让他抓住咱们的把柄。他要是想摸咱们的底，少不了会露出尾巴。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尾巴。啊，赶快去准备一下吧，明天去泉州。柳如明，老是让本王觉得不放心。哦，对了，你约一下西郎，本王在泉州见他。京城里目标太大。遵令。汉王，1万两一门火炮，500两一支火铢，这是在下能出的最好的价钱了。你拿大明朝的汉王殿下当做要小钱的了，这生意我不做，本王也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殿下，请稍安勿躁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“买卖不成，情义在”。我们也不是那种进一次货马上就溜掉的小生意人。殿下如果还相信我西郎，这笔买卖咱们还可以接着往下做。我们愿意永远做殿下的忠实朋友。我看你的意思是要在大明朝里头埋下你们的暗线，拿本王当你们倭寇的奸细，对吧？殿下说笑了，不过是生意而已。哼，谅你也没那个胆子。皇上，柳如明送来的密信。放这儿吧。皇上，这信送的挺急的，是不是？急什么？天又塌不下来。是。等等，给柳如明发一道密旨，如果发现泉州有异动，包括市舶司，可凭朕给他的铁牌调动官军，临机处置。遵旨。公公费心了，请转告王公公，他给我传过来的话是为了父皇，也是为了二弟好。那奴才告退了。请等一下，请把这个转交给王公公，我的一点心意。太子殿下，奴才临来的时候，王公公特意嘱咐过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钱，是怕汉王不知深浅，给皇上闯下大祸。太子赶紧想个办法，把这件事了断了吧。我知道了。那奴才告退了。太子，
当机立断吧。你都听见了？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当务之急是要让皇上下决心。是得想个法子。600里加急，为了给娘送这些橘子，旭儿她真想得出来。你说旭儿这孩子，表面上看他挺粗，有时候这心呐，可细致呢。姐，我看你啊，是真疼他。母后，姨娘。赤儿，你说这2个孩子呀，除了孝心，哪儿都不一样。娘，正好。赤儿。待会儿把这些佛具都带回去，给战机尝尝啊！不用了，这是二弟孝敬您的，您留着吧。弟弟没给你们带，你不要怪他啊。他是弟弟，你是哥哥，他没你懂事儿。可是你们俩都是娘的亲儿子，有些事情不用分得那么清楚。娘。我怎么会怪弟弟呢？我只是为他担心而已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不对，是不是高旭他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，真的没事儿。说。赤儿，说，二弟他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。他在泉州跟一个叫西郎的倭寇混在一起，听说还准备卖军械给外夷。娘，太祖曾经数次明令，不许军械出国，连卖铜铁给外夷都要以通敌论处。儿臣是担心二弟被倭寇给骗了。娘。你快想法子劝劝他吧，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父皇和您可都救不了他呀。姐，母后，娘，姐，哎呀，都怪我不该说这些事啊。姐，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？不可能啊！高旭再怎么糊涂，也不能做出这种事啊！姐，你就别跟着瞎着急了。啊，对，也许是那些锦衣卫神经过敏。再说，也许是儿臣听错了。赤儿，你先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姐，妙姐，你说旭儿的事会是真的吗？高旭再婚，他也绝不至于不懂得里外大小啊。妙姐，你知道姐姐最担心的是什么吗？我最担心的，就是将来皇上也有要走的那一天。你说，姐，高旭他会怎么样呢？啊，姐，他们兄弟2个会不会成为仇人呢？
啊，你现在最应该的，就是好好养病。姐呀，姐真的想回北京。我想回燕王府啊。姐，这些事儿，你操心又有什么用呢？哎呀，汉王真是好手段呐！不是本王的手段好，是这火铳太好了。你们说，能把咱大明的宝贝卖给倭寇吗？汉王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？货都备好了。哼，小小倭寇跟本王懂心眼儿。本王是看上了他手里的银子，可又不想把宝贝给他们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让他有来无回，银子留下，人扔到海里喂鱼去。好是好，可别闹大了，惊动了皇上。你把我的精壮护卫全都带过去，交货的时候，管他什么东狼西狼的，都给本王宰了。记住，不许留下痕迹。遵命。刘如明在。现在还少一个送货的，也就是吊在鱼钩上的绳儿。我去。